在贵州梅潭县的深山里，藏着一户神奇的山洞人家。这里四周群山环抱，景色宜人。当我们走进洞内，里面更是别有洞天。山泉水从洞内潺潺流出，汇成一条清澈的溪流。更让人惊叹的是，旁边还修了一条公路，车子能直接开进洞中。这里山水相依，通电通网，现代与大自然的完美融合，简直是过着神仙般的日子。今天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这处现实版的世外桃源。这户山洞人家它是通公路的，我们可以直接把车开到洞里面去。只是这条路它非常的狭窄，从这里过去差不多有2公里左右吧。这条路也是没有硬化的，我们开得特别慢，因为它一路非常的颠簸。但是这里的风景是真的很漂亮，前面上去就是那户山洞人家了。这个坡看起来有点陡峭，我这2驱车可能是上不去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就来到这个位置了，那户山洞人家就在我的身后。它洞里面是可以把车开进去的，但是我刚才车的话没有开得上去，有点打滑，所以说我们就只能徒步上去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进洞看一下，那户山洞人家就在前方的山洞里面，它这个车子是可以开上去的，市区的应该是能开上去。我刚才那个车的话，我开到上面那个大石头那个位置，然后就上不去了，很打滑。我们来看看这边上的环境吧。它这里的话有一条溪流，这个水就是从山洞里面流出来的。这边上我看到还有拉了有电线，它这个位置是通电的。旁边的话也是一些开垦的土地。来到这里的话，我们只能听到大自然的声音，听到那些鸟在叽叽喳喳的鸣叫，还有一些昆虫的声音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进到山洞里面去看一下。这条路的话，感觉是刚修不久，应该是去年刚修的。上方这个岩壁应该有50-60米吧，也是非常的垂直。最顶上就是森林，长了很多的树木。我们继续往上面走。我看到这边上也是小山洞吧，还有一架梯子，这里是可以上去的。我们上去看一看。这上面是不是别有洞天啊？我们现在爬上去看一下吧。它这个梯子的话是非常牢固的，因为上面那个位置是卡死的，所以说我们可以上去。我看到边上这里有一个箱子，这应该是养蜜蜂了吧？我们继续往上面爬。这里面还是挺宽敞的，但是它是透光的。我们上去看一看。好，现在我就上来了。我们看这些岩壁啊，它有这种空洞，感觉像那个蚂蚁的巢穴一样。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天然的天窗。一扇窗户，这里就能看到外面。这里还有一个箱子，这也是养蜂蜜的。这里面我看到有一个山洞可以下去，但是好像非常的狭窄啊，黑压压的一片，我们就不下去了。我们看看这边。这里面还有一个山洞，我们看这个位置能不能进去？我们进去看一看。它这种小山洞的话，应该不是很深，我们就随便看一看吧。我们打开手电，这里面有很多的钟乳石，但是这里的话已经进不去了。上方还可以进去，但是那个洞口真的是太狭窄了，人是上不去的。只能看到洞口有很多的这些钟乳石，也是非常的漂亮。好，现在我们出去吧，我们去那个山洞里面看看那户山洞人家。这里有一根石柱，看起来也是摇摇欲坠啊，但是它这个应该不是支撑点。
也是1万年形成的钟乳石。这附近有很多的蜜蜂在叫，是不是这里面有蜜蜂啊？好，现在我们下去吧，不管它了。刚才我就是把车开到这里，这个地方打滑，因为它这里上来需要转一个弯，但是上方也有很多的车轮印，他们也有人把车开上来的。我的车是2驱车，所以说没有开得上来。我们来看看这个路，它这个路是非常的陡峭的，刚好在这里需要转一个弯。我们看看这周围的环境，这里刚好是一条峡谷，风景也是非常的漂亮。外面村庄的话，应该有2、3公里吧。所以说这里显得格外的安静，真正的世外桃源。因为这里有电，还有山泉水从洞里面流出来的。我们站在外面来看看这个山洞，它里面是非常的宽阔，上方就是垂直的岩壁，上面也是长满了树木，还有很多鸟在上面盘旋，叽叽喳喳的鸣叫。走到这里，我能感受到一股凉风袭来。山洞里面它是冬暖夏凉，四季恒温的，夏天都不需要开空调。这户人家刚好把房子建在山洞里面，显得与众不同。这边上也是有很多的这些岩石。我看到角落这里有一个木架子，我们看看这是干嘛的。它这个也非常的奇特，上面有一排的这个木钉子，这不知道有什么作用，可能是一种农具吧，这个我没见过。这里面的水流还是挺大的，因为现在不是涨水期吗？涨水期的时候，这个水流会更大。这里还有一根水管，这根水管应该就是外面村庄的饮用水，因为外面应该2、3公里之外是有人居住的。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这个水质怎么样，就是山洞里面流出来的水。我们现在往内部走。我们看到这里虽然没有硬化，然后车子是可以开进来的，这些车轮印我们就能看出来，是有人把车开到这里面来的。在山洞里面开车真的是太有意思了。这上方还有水滴下来，就是从顶上的岩壁上滴下来的。这个水是非常的干净啊，清澈透亮。我们继续往里面走，这些全是车轮印，车子是可以开到最里面去的。这边上有一个小水潭，底部有很多的淤泥，但是它这个水是非常的清澈。现在我在山洞里面说话都感觉有回音了，说明它这个山洞是非常的深的。这上方也是有很多的钟乳石，这个是1万年形成的，像那个石笋一样，就挂在顶上的岩壁上，非常的漂亮。我们先从这边上看一看，然后一会儿再到最里面去。我好像听到洞内有什么声音，可能是我的回音或者流水的声音吧。我们看看这里面，这里也是有水流的，这个水真的非常的干净。这里是可以上去的，有一个小山洞，但是我们就上不去了。我们往里面走吧。你看它这里面宽不宽？我感觉都可以做那个足球场了，一个足球场的大小。这里还有一些水管，这岩壁上一直有水滴下来。我听到这里面的水流挺大的，我们走到这里来看一看吧。这应该是一个小山洞，这个洞里面到处都是这种出水口。我们来看它这个水流，
这边这个水流还是挺大的，而且水也是非常的干净。我们看看这里面，这里有一些水管，这水管是从里面接出来的。哦，这个地方是人工堆砌的一堵墙，他们是不是在里面蓄水养鱼啊？我们上去看一下。有可能，它的山洞里面是不蓄水的嘛，所以说它搞一个蓄水池，可能就是养鱼的。但是这个位置不是很好上去，我先踩稳一点再上去看一看。好，现在我上来了，但是我没有看到这里面有鱼啊。但是看这个样子，应该是养鱼的。我们看到边上那个水印子，这个水应该是挺深的，以前蓄的话，这个是可以蓄满的。但是不知道现在为啥这水只有这么一点点了。但是我看到底下的话是没有鱼的，因为下面的话也非常的深，看得不是很清楚。如果有鱼的话，它在底部的话也是看不到的。好，我们现在下去吧。它这个看起来应该是蓄水养鱼的，或者就是备用水吧，就是蓄水。遇到干旱的时候，特别干旱的时候，如果说真的这洞里面都没有水的话，它这个水也可以使用很久。所以说住在山洞里面，它是完全不用担心缺水的。这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宽阔，感觉都可以踢足球了。这边还可以继续往里面走，里面才是主山洞。哇，这下面这是啥呀？这黑黑的，这应该是蝙蝠的粪便。我们看看顶上，但是没有看到有蝙蝠呀，这上面。这估计要夏天很热的时候，它们才会到这个洞里面来，因为夏天的时候这里面特别的凉快。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山洞。这个地方的水流更大，前面的话我们还过不去，但是它不是很宽，我们可以跨过去直接。哇，你看这个水流真的特别的大，它只是流到外面分散了。这里面的高度应该有30-40米，上面全是这种钟乳石。青姿白态的，非常的漂亮，也是。这里面呢，好像是一个很深的水潭，我看到这里有很多的水。这个山洞应该是进不去的，我感觉应该是需要乘船才能到里面。或许里面就是一条阴河吧，地下暗河。我们到边上来看一看。哇，看到没有？有很多蝙蝠在飞，吓我一跳。这是什么鸟吧？这好像不是蝙蝠，是什么鸟？叽叽喳喳的就飞出去了。它这个鸟应该就是在这里面筑巢了，刚才就是从上面那个位置这里飞出去的。我还以为是蝙蝠，它不是蝙蝠，就是鸟。我们看这个边上的岩石，真的非常的奇特。这里面，这里就是一个水潭了。但是里面没有看到有鱼啊，这里是进不去了，这个水特别的深。我们看这里能不能过去。我这里是可以走过来的，但是这个上方在滴水呀，刚才都滴到我头上了。这里面居然有河在洞里面。为什么这里面没有鱼呢？我估计在最以前的时候，应该这里面是有娃娃鱼的。娃娃鱼它特别喜欢在这种山洞里面。哇，这个地方好漂亮啊，全是这些柱子，这些钟乳石。刚才在外面的时候，我看到边上有很深的这个水潭嘛，我还以为进不来，实际上它边上是可以走进来的。但是涨水期的时候，这个位置也是有水的。这个地方的水潭也是比较深的，但是水里面什么都没有，
没有任何生物啊，感觉特别的干净，没有鱼也没有虾。哎，我看到有一条鱼了，居然有鱼！我们看这个位置，你看那个水都浑浊了，这里有一条鱼，这不知道是什么鱼啊，它躲到那个石头下去了。我们能看到它尾巴还在那里摇摆。原来这里面是有鱼的，它只不过躲在石头下面。这里面真的好壮观了，感觉像那种人工雕刻的一样，全是这样吊挂的钟乳石，真正的山洞里面的石林。这块石头感觉从上面掉下来的一样，它就靠在这边上这个石柱上。我们再走进来看一下，这里面这些水已经枯掉了。我看到他们村庄里面的水管了。这个水源在最里面，他们是从最里面拉出来的。这里面的话，水源就比较干净一点了，因为这个位置的话，可能有人来玩，会有一点污染。最里面的话就没人进去了。我们看看这边上，这边上有2根木棍。这感觉是泡在水里面拿出来的一样。这里有很多，这里还有人在这里烧火。应该我们只能走到这个位置了。这前面有很大的流水声，下面应该就是地下河了。对，没错，我们这里就进不去了。他们的水管居然还在最里面，里面好大的水流啊！我听到哗哗在响。哦，这里他们搞了一个简单的小船，他们是用这个木板，下面是这个轮胎吧，充气的，然后这样滑进去的。但是我一个人的话，我们就不进去了。这里面的水真的特别的干净啊！你们看。我们来测测它这个水质吧，看看这个水质怎么样。我们去外面测吧，这里面的话也太黑了，我还是快出去吧。我们去外面测测这个水质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用这个水质检测笔来测测这个水，因为我也很好奇山洞里面流出来的水质怎么样，因为它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清澈透亮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试一下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用这个笔来试一下，先给它开机，给它放到水里面。数值已经读取出来了，给它锁定。它这个水是111，就是 ppm 值，其实还算不错了，这个水质还是挺好的。我们现在站在洞里面来看看外面，外面就是一座大山，上面长满了树木，最顶上就是蓝天白云。站在里面的话，感觉有一种坐井观天的感觉，也是非常的漂亮。我们现在去看看他们居住的房子。这下面长了很多的石菖蒲，它这栋房子的话，看起来也是修建的非常的简单，就只有1层。我们到这边看一看，这里有很多的衣架，我看到里面都有蜘蛛网了，可能是已经没有居住了。这里有一个箱子，上面还放了一个石头。这里有一个很破的沙发，这个地方被熏得很黑，这就是灶头烧火的地方。这个门是上锁的，或许他们出去打工了，或者就是搬走了。这边
这里面就是厨房，这里有一个灶头，我们进来看一下，这里面还是比较干净的。这就是他们的厨房吧？他那个厨房感觉好久都没用了，应该是搬走了。这下面还有很多的罐子，我们看看这边。还有洗衣机，这是一个卫生间。不知道他们是出去打工呢，还是搬走了。但是这个厨房的话，门是打开的，这边是上锁的。哎，这里来了一个大叔，我们问一下。哎，叔你好，他们这户人家去哪里嘞？这户人家没在这里面住了。他们不是搬走了吗？哦，他们搬到外面住了是吧？那你们这个地方修了条马路进来呀？这是今年刚修的吗？这条公路啊？今年才修的啊？意思这里面还有人来修房子是吧？哦。现在我们进去看那个石宝，这位大叔说的，这里面有一个宝贝，他说的是石宝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们跟着他进去再看一下吧。刚才我进来的时候，我没有发现有什么石宝。哦，你说的石宝就这个，这就是石宝。哦，它就是一块圆圆的石头，然后上面有水滴下来。这就是大叔说的石宝，它很粗糙的，挺白的这个石头。刚才我问了那位大叔。他说这户人家已经搬出去了，没有住在这里面了。我问他为什么修这条公路，他说这里面有宝物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宝物。原来这条公路不是那户人家修建的，是这个村庄里面的人修建的。这个房子的话就废弃了，他已经搬到外面去了。我们能看到他们以前的这些生活的痕迹啊，很多的柴火。这里还有一个吹风机。就是用来吹那个稻谷的壳，也是非常古老的工具了。我们看看这边，这里还有一个农用的机器，这是用来打谷子的，就是打那个稻谷的。这里有几块的大石头，有一架木梯子。这个位置以前应该是用来喂鸡的，就是养鸡的地方，但是现在已经拆掉了。边上这些柱子还有火烧的痕迹，可惜了，这么好的地方它居然搬出去了。我看到这里有一颗，这是西红柿吗？黄色的果实，它这个叶子上有这个倒刺儿，这不是西红柿，这应该是一种药材吧。这个也是不能食用的，我感觉，但它的果实看起来非常的诱人，是黄色的。这不知道是什么植物啊。这里还有一个烤火炉，我们看看这边，这边就是养牲畜的、养羊的这个位置，它上面就是关羊的地方。下面就是羊粪，这边上有一些这个药材，这里有好多这样的黄色的果实，这些也是中草药吧，我感觉。这里还有活麻，这个是不能碰的，碰的话这个会咬人的。刚才我遇到那位大叔，他就是外面村庄里面的人。他说这户人家已经搬走很多年了，他们以前在这里居住了10多年。他们在这里居住主要就是为了放羊，这个地方就是羊圈。后面他们就已经搬到外面去了。这户人家本来就是外面村庄里面的人，这里现在可以说是完全废弃了，已经是没有人居住的。但是我问他为什么你们现在修了一条公路进来？他说这里面有宝贝，我也不知道洞里面有什么宝贝啊。他刚才带我进去看的话，就是一个圆圆的石头。他说这个就是石宝，
然后他还说里面比这外面还要宽阔，就是刚才有很深的水塘，我进不去的时候，他说里面走的话还有很宽阔的地方，而且里面的钟乳石也是非常的漂亮。这个地方假如说开发成民宿的话，我感觉挺不错的，在这里可以吃饭睡觉。然后现在的人嘛，都在城市里面的生活，放节假日的时候来这个地方小住几天，我感觉是非常惬意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